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小的时候，幼儿园、小学，整个班都是自己的好朋友。到了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玩得来的也就3、5个。工作之后，微信里一长串联系人，交心的可能只剩那么1、2个。年龄越来越大，朋友越来越少。不过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是个坏事，因为有些朋友只会不停地消耗你，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。下面咱们要聊的4类朋友，我希望你的身边一个都没有。藤篮里有1只螃蟹的话，你得把它盖上，不然它会爬出来。但如果你再放几只螃蟹进去，就不用盖盖了，一直也跑不掉。虽然它们还是会争先恐后的往上爬，但是会彼此拉扯，你踩着我，我拉着你，到最后1只螃蟹也爬不出去，这叫做螃蟹效应。其实有螃蟹心态的人在生活中特别常见，他们会在思想、语言和行为上否定那些做得比他们好，或者想要做得比他们好的人，不管这种否定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。举个例子，张三上大学的时候比较努力，当他想去自习室的时候，室友李四就说了：“你装什么？一起打游戏啊！”特别是张三考试没考好的时候，李四又会说：“你看，努力也没用吧？”尽管他自己也没及格。且不说李四这种心态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，但对张三的影响不亚于语言暴力，这会让张三觉得努力是一件很卑微的事情，所以再去自习室的时候就会偷偷摸摸，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努力，而且也会逐渐否定自己。除了努力，别人的成功在有螃蟹心态的人眼里也是一种侮辱。比如工作之后，张三升职加薪了，李四就开始明嘲暗讽，甚至故意抹黑张三的职场形象。张三买车了，李四也会找各种理由来抨击，小毛病多、隔音差、费油等等，总之比他好的就是不好的。网上有个字形容的比较贴切，就是酸。如果你不知道哪些人有螃蟹心态，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典型表现：1. 总是对别人进行负面评价； 2. 否定别人的想法、决定、努力和成就； 3. 对别人的错误、失败、不幸感到窃喜； 4. 把别人当作竞争对手，尽管不存在竞争关系； 5. 不能很好的跟别人合作； 6. 对自己的能力、成就和地位缺乏安全感。究其原因，人都是自私和要强的，再加上自我认同感低，总是从社会比较中建立自尊自信。既然客观上比不过，那就从主观上贬低打压，找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论。跟这类人在一起会非常累，而且这些负面评价会让你怀疑自己，但是你又想得到别人的认可，长期以往容易形成讨好型人格。有个生物学家找了几只刺猬放到寒冷的空地上，由于寒冷，它们拥抱在一起，但各自身上都长着刺，扎得彼此都不舒服。于是他们离开了一段距离，但是又冷得受不了，然后又凑到一起。几经折腾，刺猬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距离，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体温，又不至于被扎，这叫做刺猬法则。没有边界感的人就像是长满了刺的刺猬，会把你扎得很疼。其实如果是经常在一起的朋友，彼此非常了解，就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距离。怕的是不太了解的人，不知道彼此的界限在哪，就可能被扎到。比如逢年过节回老家，总会有一些不知道怎么称呼的长辈过来问你：结婚了没啊？1个月挣多少钱啊？这倒还没什么，就怕你回复之后的第2波攻势。你要说没结婚，他们就开始评头论足，这么大了怎么还不结婚？我家那个都生仨了。你要说结婚了，他们又该催你赶紧要孩子，恨不得教你怎么备孕。你要说1个月挣3000，那完了，你在他们的心里就从稀有动物变成了普通家畜。你要说1个月挣3万，那就更停不下来了，在哪工作啊，干什么的，我家孩子也跟你干了。本来这些问题就比较隐私而且敏感，再传到他们的耳朵里，那就相当于是在村口大喇叭里广播。不过大爷大妈这样也只是停留在过过嘴瘾上，有些人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过分，他们会借你的东西、开你的车、住你的房，而且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一旦你拒绝了，他们会原形毕露。怎么这么小气啊？你不是不经常开吗？我就住几个月，怎么了？俄国作家邦达列夫说过，人类的一切痛苦根源都源于缺乏边界感。对待没有边界感的人，我们得守住底线。就像是2个圆圈，对方的圆越来越大，你的圆就会越来越小。正确的做法是不改变大小，而是离对方远一点。前2类人或许只是对方的情商低，但这一类人可能就有一定的目的性了。除了爱情，家庭、职场、朋友之间同样存在 PUA。 什么关系最容易出现 PUA 现象呢？主要是下面3种。1. 你臣服于对方的魅力，这种常见于恋爱当中，对方是男神女神，我是舔狗，对方看我一眼我能乐3天。这种关系无形中为对方操纵自己敞开大门，对方也会觉得他这么做是理所当然。平常晾着你，突然对你笑一笑，你就得陪他逛街。你要知道，这并不是男神女神的馈赠，这些已经被对方标好了价格。这个笑值1支口红，那顿饭值1个包，他们用一点点的投入换取巨额回报。如果达不到要求，他们就调动情绪，并且灌输扭曲的观点。我以为你对我是真心的，我们的关系还不如1个包吗？让你很容易掉入陷阱，乖乖服从。
2. 你愧疚于对方的示弱。有句话是，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，这种关系在家庭朋友之间特别常见。比如你一个朋友表面上乖巧可爱，人畜无害，但是什么事儿都让你帮他拿主意，小到穿什么衣服，大到找什么工作，你给他主意不好吧，他会埋怨你；不帮他拿主意吧，他就开始贬低自己，是我没用，什么事都得靠你，连你也这样，那我就真的没朋友了，让你产生愧疚感，觉得自己欠他的，但是又不知道欠的是什么，就想要去弥补。3. 你屈服于对方的威严。这种简单直接，对方的权力、地位、影响力让你不得不听他们的话，他们还会通过贬低的方式伤害你的自尊，建立自己的优越感，通过限制你的社交活动让你陷入于外界孤立的状态，甚至通过轻微暴力行为伤害你的身体和意识。一旦被 PUA， 你会觉得你们之间有些别扭，但是考虑到你们的关系，可能会采取妥协让步的措施，或者慢慢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。但不用怀疑，如果你有下面几种情况，十有八九是被 PUA 了。1. 你变得敏感脆弱，甚至失常。2. 你做决定总是先考虑对方的感受。3. 你觉得不对劲儿，但是不知道哪儿不对劲儿。4. 你想让他满意，但总怀疑自己不够好。5. 你没法做自己，而是在扮演某种角色来迎合对方。上面这些出现2条以上就要警惕了。而且如果你跟别人在一起不会出现，但是跟某个人在一起就像是触发了开关一样，那就一定要尽早远离这个人了。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负面情绪，焦虑、紧张、愤怒、悲伤、厌恶，在不同的场合出现这种情绪大多是正常现象。从进化的角度来看，还是一种自我保护、抵抗风险的行为。但是如果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儿，就始终伴随着负面情绪，甚至影响工作和生活，就不正常了。虽然这种人不像上面3种攻击性这么明显，但负面情绪是很容易传染的，你会潜移默化的被他们影响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张三上班迟到了，被老板说了几句，一整天都心情低落。下班回到家，因为一点小事就跟老婆吵了架，顺带还骂了孩子一顿。孩子心里窝火，看到一只猫走过来，就狠狠地踹了那只猫。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。跟负面情绪爆棚的人在一起，你很可能会成为踢猫的小孩或者被踢的小猫。被传染了情绪还没完，后面会伴随一系列的连带效应。第一个是容易形成坏习惯，负面情绪需要发泄，不然会憋出内伤。而且基本没人会用种花、看书、画画这种习惯来调节负面情绪，他们更多会选择熬夜、打游戏、抽烟、酗酒等等。第二个是影响身体健康，负面情绪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反应，也是生理上的反应。比如一个人被分手的时候，那种痛苦真的不只是情绪低落，有些人会觉得胸口喘不过气，有些人大脑一片空白，甚至头疼头晕。身体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，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经医学证实，经常性的负面情绪会促使去甲肾上腺素等血管活性物质分泌增加，导致全身血管收缩，心跳加快，血压上升。长期如此可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可能会导致血管失去弹性、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。第三个是改变心态的行为，负面情绪会让你在心理上产生没有希望和没有价值2种心态，处理事情会破罐破摔，问题来了会习得性无助。所以我们在警惕自己不要成为负面情绪爆棚的人的同时，也要尽量远离负面情绪爆棚的人。最后咱们再来个总结，作家苏岑说，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，若他们走不进你的内心，就只会把你的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。上面4类人不只是走不进内心，简直是让自己窝心闹心。人生旅程你我皆是情人，我们要找的是结伴而行的人，不是伸出脚绊我们的人，对吧？